是装置艺术家。通常我的作品都比较巨大，在户外可以跟整个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。那通常人都可以进去到作品里面，那你可以坐着，可以躺着，很舒服的，你忘掉一切，可以聆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。我从小就在那个高山上长大，那小时候自己很害羞，那上台都会紧张。那最近我发现我女儿跟我一样，所以我特别一定要演讲，因为可以来鼓励她。那以前山上其实生活很辛苦，我曾经当过那个伐木工人。以前我们村庄里面就是大家要集体的到山上去伐木，那大家很辛苦的，就是大家一起工作这样，那把成果带回家。后来这个创作的一种方式，我就用这种方式，因为大家一起流汗，可以把那个身体变得很健康。那大家一起很快乐的工作，可以把整个成果带回家，让跟家人一起享用。我在2000年的时候，我组了一个国际团队，就是我家乡的一些那个同伴，还有一些长辈，长辈来教我们如何去做竹材的编织。那我带着他们开始去，执行我的不同的创作经验。那在世界很多地方去创作，我的工作经验是除了我的团队以外，必须要有在地的居民来参与。那在地居民还有一些义工。那后来我们就干脆团队又更大，就变成一个国际的一个团队，就到澳洲了，到日本了，到很多地方去做一个展览。我们用手工的去编织，这个是在奥地利的那个屋顶上的一个作品，竹编的作品。我们在日本，在很多地方，在阳光底下，在雪地里，我们做了很多的那个大型的作品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说一根竹编其实可以带我到全世界去旅行。那我在2010年的时候参加日本奈户内海的一个展览。那奈户内海最大的岛是小豆岛。这岛上其实有3万多人，那策展人请我在那个小豆岛上盖了一个地景作品。这个里面有2个村庄，一个叫灰土村，一个叫中山村。其实2个村庄的情感，当初我去看场地的时候觉得好像不是很好。后来我为了要促进2村的那个情感，我的设计是请2村的村民开始找2500根的竹子，总共有5000根，我花了50天的时间。把这个作品，大家一起把它做好。做完以后，我是请村长带着那个村民，那个开幕的时候就在作品里面，大家一起享用我从台湾带来的高山茶跟凤梨酥。那后来这件作品变成整个那个村民的一个集会的场所，艺术季的活动也在那，这艺术季的活动也在那里面，还有村民的很多婚纱啦表演都在这边，那变成他们的集会场所。后来艺术季结束以后，村民不喜欢让那个政府去拆那个作品，策展人还特别请我写了一封信，告诉他们说，我3年以后还会在同样这个地方再重新做一件作品。2013年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点紧张，就是因为第2次不可能像第1次那种效果。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式，说，因为晚上有个灯光的效果，那可以吸引那个民众在小豆岛住下来，让在地的一些民宿啦、观光业者啦，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收入这样。后来我有回去到小豆岛，那当地的民宿业者告诉我说，他们住宿率真的是增加了，送我很多感恩的。这个是我们当初在那边工作的整个情形。那这边附近有一家食堂，它在2010年的时候开始成立，那现在变成很有名，因为大家还是艺术季结束以后，他们还是去那边做消费，那看到那个作品的那个场地，大家在回味那个作品的一个效果这样。这是在2013到14年，我在澳洲的布里斯本，在创作了2件作品。那这个是在澳洲的布里斯本的伍德霍艺术季
他要进入他的最大的表演场所里面的一个通道，那这个通道必须要经过我的那个，就是有200多个公尺。那要参加这个音乐季的时候，必须要经过我的作品，我觉得让它有净化心灵的一种效果。那中间有一个高塔，夜间也有灯光。那第2次，我就想到一个方式说，在艺术季的入口的那个延期的入口处，就是验票那个地方，我请那个40多位义工，大家一起在去完成一件属于澳洲田园的一个作品。那这个作品是因为可以让大家在验票之前不用在那边排队，可以在那个空间里面可以很舒服的，大家可以去交流讨论。或者晚上还有一些灯光，就是我们40位义工就在那边工作，而且大部分都是建筑系的，也有学设计的。那大家讨论主材的应用，后来这些义工也把他们的主材的应用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推广。那听说在地的那个建筑系也有一些主材的课程。我没有想到说跟竹子这样可以做一个国际交流的一个媒介。现在我来谈我最近的一件作品是在高雄七报，那这个是我们现在高雄七报的一个公园。那去年8月份的时候，高雄七报震惊整个台湾的民众，那也引起国际媒体的注意。其实我人心的一种疗愈真的是很需要。那整个那个复原，我觉得那个高雄市政府已经做得很好。那后来我就提出一个计划，是希望在这个七报的这个公园里面，那做一个疗愈的空间，由赵天林立委去募款，我们在高雄的沿海地方去找，总共有25万棵的牡蛎壳，还有在山上找了那个5000根的竹子，这2个把它结合在一起。后来我们这个作品里面也有一棵那个希望之树，那我希望民众来参与的时候，可以把他的心愿写在这个牡蛎壳上。那这个牡蛎壳其实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，它在海里孕育。那高雄又是个海洋的城市，那竹材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，那它盘踞整个大地，这2个把它结合在一起，把它串联在一起，就是把这个情感，高雄市民的情感跟在这个市的民众这个串在一起。那我们市长也去参与。这个就是晚上的夜景。那白天其实它阳光从竹子里面照进来，其实很漂亮。那夜间的那种灯光是从里面往外，有一点很灿烂的一种感觉。我那一天回去那个看展览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个娃桑。他提的菜就竟然就躺在那作品里面，让我很感动。因为他可能去买菜从那边经过，所以我觉得，其实我最主要是做的用这个牡蛎壳跟那个竹子的编织，牡蛎壳的串联，2个把它民众的一些情感串在一起。那希望这个作品里面大家可以很舒服的躺在那个地方，忘掉所有的一切。那也希望说我的作品可以让大家好像回到原点。忘掉所有的那个知识的一些干扰，听到你自己心跳的声音。那今天最后希望祝福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心理上的一个原点，谢谢。